嗨，大家好，我是赵阳。今天要跟各位介绍的是，如果你的应用程式 APP 当掉了，或者是彩虹球一直转不停，要如何来关闭？那另外一个是接续上一集，我们谈到这个可能 WiFi 故障，那其实网络上连不上去。还有一个其他的因素，就是你的整个节点，网络的节点畅不畅通。那我们今天会利用终端机来查询一下，怎么查询你目前网络的状态。那接下来还有一个就是这个，如果你的苹果电脑运作的卡顿不顺畅，甚至开启这个 Finder 就是档案总管也有怪怪的现象，那我们就可以借由这个磁碟修复工具来检查看看它的档案结构，系统的档案结构是不是有破损或者是毁损的状况，把它修复完整。好，那首先我们来如何一个 APP 如何把它强制关闭如果说它卡了，有彩虹球出现了，那首先我们可以利用这个左上角这个苹果这里点一下，要关机这个解禁，这里有个强制结束，那我们点一下我们就可以看到，那你要强制哪一个，再按这个强制结束就可以了。那另外一个我们可以利用快捷键就是 Option Command 加 ESC 那也可以把它强制结束它就要自动跳出来。那如果说你的滑鼠不能动的情况之下，就可以用快捷键来解决这个无法关闭这个 APP， 或者是说 APP 占用的这个太多资源OK， 那按下强制结束，好，它就关闭了。OK， 那除了这个之外，我们也要最好是要装一个这个资源的控制监视资源。那这我采用的是这个 status 这就是这个屏幕上目前这个。那这个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有处理器这个是免费的软体。那有处理器的使用占用比，还有电池，还有就是记忆体。那通常来讲的话，一般都是记忆体耗尽会比较多。那当你这个记忆体耗到这个70-80%的时候，虽然它会调用这个你的硬碟去做暂存的记忆体，但是效率还是不够有时候还是不够，这要特别注意。那你就可以知道说，有这个预载显示在这个 menu 内的时候，那这边也会有指数记忆体的压力，如果到达红色区域的时候，那你再多开启应用的时候，你就要自己注意，要关闭其他的 APP 或者是卸掉这个 APP。好，接下来我们来讲一讲这个终端机它的启动。我们现在查看网络，那我们就必须要由终端机来，最方便是由终端机来查询那当然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监视系统的资源监视，那苹果自带的有一个活动监视器，那这个也是可以看得到只是说没有 Status 这个有在 menu 列那么方便。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终端机。打开终端机，那打开终端机之后，首先第一步，我们查询网络要上网际网络，那就必须要有 DNS 那 DNS 的部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在设定这边打开它，网络点击
好，那我们在这边再点击 WiFi， 好，那进阶。那我们在页签这边选择 DNS， 这边就有，这是有你上网的服务器公司就有 DNS 的伺服器在这边。那首先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来打一个指令NSLOOK， 我先把它NSLOOKUP 就是 NS lookup。那这个意思就是 DN 要搜寻查询这个 DNS 伺服器。那现在预设第一个是 168.95.1.1， 这是台湾的中华电信那我们查询。那查询之后，我刚刚忘了打这个网址，比如说打网址EN 执行 Enter 那这样就会跑出来。那这边就会告诉你是哪一个 server 透过哪一个铺号那回应你的是什么好像是在这个 IP 位置，那代表你跟 DNS 是畅通的。那接下来我们就跳出换另外一个指令来查询一下，到底你跟他是不是有畅通。如果说反应不了的话 PING， 那就打168.9.1.1， 就是打 server 的 IP 位置DNS server 的 IP 位置。好，那这边就给你回应了。好，那我们先把它取消。那这个 ping 就是代表所谓乒乓球，那 ping 就是你呼叫它，它回应你，那呼了拼来拼去那我们拼这 168.95.1， 它回复了当然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time 是几毫秒 ，TTL 是多少time 是几毫秒。那通常是在12微秒里面都是属于正常的那各位也可以拼一下，譬如说你的节点你内部的节点，那是不是畅通，跟内部网络的这个另外一个 IP 位置的机器是不是也畅通那就可以知道。那第一个要知道你自己的 IP 位置，然后这个路由器，也就是 WiFi 分享器或者是什么样的分享器，它的节点内部的节点是不是畅通，那你实际对外的 IP 位置是不是畅通，再拼一下这个外部的这个 DNS 的 server， 那就可以知道你的网络是不是畅通。那哪一个环节有错误，或者是说你内部网络也有加装这个 hub 就是所谓网络集线器、分享集线器等等的设备。那知道了之后，如果拼不到，它的回应没有回应你是 time out， 那你就知道是中间哪一个节点的机器可能线脱落了，或者是插孔坏掉了，或者是本身机器有故障，那可以从这也只用一个 pin 加上设备的 IP 位置，你就可以知道网络是不是畅通。如果你的电脑卡顿，那连 Finder 都像这个 Finder 打开都有问题或者说打开很慢，那我们就合理的怀疑是不是系统的档案结构是不是有毁损。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一样打开这个启动台，然后再其他，然后再磁碟工具程式打开那首先这个就可以看到磁碟工具。那如果你有很多颗磁碟，那就看你要修复哪一个那我们看到就是这个，然后我们有修理工具这个，那就问你要不要执行，那你就让它执行。那这个可能依据你的这个硬碟的大小、磁碟的大小，可能会执行比较久那旧式的可能就是比较旧的苹果电脑，比如机械硬碟的执行，可能要半个钟头、1个钟头以上都有可能那藉由这样
修复完之后，你按确定就可以了。好，那我们把字节中心关掉。那今天我们就介绍到这边啊，希望这几招可以给各位对于自行维修自己的电脑有一个初步的概念啊。谢谢各位，记得订阅哦，拜拜。